装逼凡，你今年的200万提成，我做主了。为了增加趣味性，我决定把所有提成混在一起，大家拼手气抽签决定提成金额。最小的红包有8万，最多的80万，大家个凭运气，公平。我看着周围同事瞬间亮起了眼睛，胃里一阵翻江倒海。全公司非销售岗的没提成，销售岗的最高也才5万，他们抽的是福利，我抽的是我的命。我不同意。我当场反对，王总立刻垮下脸，转头对着众人长叹一声，语气满是惋惜。公司想给大家发福利，但装逼凡不同意啊！瞬间，我成了众矢之的。装逼凡，你怎么这么自私？就许你自己赚得多，见不得别人好。钱是老板的，老板想怎么发就怎么发，轮得到你插嘴？销冠怎么了？还不是公司给你的平台？老板就算只给你1毛，你也该感恩戴德。我缓缓抬起头，目光扫过一张张贪婪的脸，最后落在王总脸上。哼，感恩戴德，不好意思，既然你们抽走我的血汗钱，那公司的命脉我就不客气的抽走了。老板手里晃动着做好的签条，同事们摩拳擦掌，眼中是抑制不住的兴奋。王总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的提成不发了？什么叫不发了？我这不是让你们抽签，按抽到的金额发吗？还销冠呢，一点理解能力都没有。也就是我公司平台好让你撞了大运。我不同意抽签。你不同意，你凭什么不同意？王总，如果我没听错，最大的签金额也只有80万，我的提成是200万，按您的游戏规则，对我公平吗？王总愤怒地晃动着手里的签条，怎么不公平了？抽到多少是多少，最公平了。其他同事和你一样，每天风雨无阻的上班，凭什么你自己拿200万？别好意思，我心疼我手下的员工，想给他们发福利，轮得到你指手画脚反对吗？哼，你想发福利用你自己的钱发，凭什么慷大人之慨？我的提成是我靠努力赚来的，我为什么不好意思啊？什么你的提成？那是公司的钱，公司想怎么发就怎么发，一天天就想着自己。我为了给大家发福利熬夜做签条，我辛辛苦苦的说什么了？说完，他回头看着大家，我想给大家发福利，不知道装逼凡哪来那么大意见？装逼凡，好好的日子你非扫兴是不是？老板的钱想怎么发还得你同意？我看你就是嫉妒我们能多拿钱了，只许你自己赚得多，别人赚就不行了。我冷冷看着他们，谁不让你们赚了？想赚钱不靠自己实力，靠瓜分别人的劳动成果。我的200万提成是我自己努力的结果。我加班熬夜做方案的时候，你们在干什么？我陪客户陪到胃出血时，你们呢？同事刘姐不屑的撇嘴。悠悠，你的意思是谈成业务还是你的功劳了？不是我的功劳，是你天天早退接孩子的功劳。呸！装逼凡，你少攀扯别人。我早退接孩子，那是公司有人情味。同样的，你谈成业务是因为公司好，是王总的实力强。如果公司只是个草台班子，你拿什么谈业务？就凭你那3寸不烂之舌。哼，既然这样，怎么我提成才4000？怎么公司除了我提成最高的也不过50000？你运气好呗，非让我们把话说明。其他同事也纷纷来劲。就是，不就是好谈的客户都分给你了，真把自己当科聪了。好谈的客户。我的口才与沟通技巧是大学辩论社打磨、心理学选修课沉淀的结果，总能精准抓住对方的核心诉求。入职现在的公司后，因为王总不舍得花钱请好的设计师，导致方案频频通不过客户审核，合作多次卡壳。于是我自费学设计，根据客户要求上手改方案，改到客户满意为止。也是因此，公司80%的业务都是靠我谈成。王总做出一副大度的表情。这样吧，我们让装逼凡第一个抽签。装逼凡，这总可以了吧？本来为了公平，我是要让大家按名字首字母抽的。我拒绝，我只要我的提成。王总，你理他呢？他不抽，我们抽。装逼凡，不是公司不给你发提成，这是你自己放弃的，在场的人都是见证。说完，同事们开始争相抽签。8万、10万、12万，所有人抽完后，那80万的大奖依然没有出现，但每个人依然兴奋不已，毕竟对他们来说已经赚大发了。王总手上还剩2个签条，他故作尴尬的挠头。装逼凡放弃了，怎么还多了一个？我真是老糊涂了，做多了。同事们心领神会。不多，王总您自己还没抽呢。就是王总，您养活我们这么多人，怎么能少了您？快让我们看看您的手气。王总半推半就的抽出一张，上面赫然写着80万3个大字。哎呀，王总您手气真好，您就是当代锦鲤，公司有您一定蒸蒸日上。我冷眼旁观，早已洞悉一切。这场戏下来，王总既讨好全同事，又省了80万提成，唯独我成了唯一的吃亏者。我实在不解，他明明清楚公司大半业绩靠我，为何偏要牺牲我？但转念一想，连高薪请个好设计师都舍不得的人，做出这种事也情理之中。他的格局和眼界也就这样了。现在还剩最后一张签，我可以告诉你是10万的，你要是要就给你。大过年的，我不让你空手而归。王总您真心善，要是我才不原谅他。我没理会他，回到工位，把客户资料传到了网盘。这个公司我不会再待下去了，但是我也不可能这样灰溜溜的走掉。正在做下一步的打算时，王总急匆匆的从办公室冲出来。
周必凡，你赶紧去一趟 H 集团。我听说盛世公司在悄悄争取 H 集团的项目，以去为维稳。H 集团是我最近在谈的大客户，签约意向已经达成，就等下周一他们过会签合同。合同只要没落实到白纸黑字，一切都难说。王总当然明白这个道理，我拒绝道：“我今天不说话，你让别人去吧，反正 H 集团看上的是公司，又不是我。”王总目光扫过办公室，那些刚才还马屁拍得响亮的业务员纷纷低下头，逃避王总的视线。王总冷冷地看着摆弄手机的我。H 集团本来就是你在对接，你不去谁去？别人不去是不想打你脸，你应该感谢大家。你不就是因为刚才没拿到钱就胡闹？行了，行了，剩的那10万我给你，你赶紧给我去。哼，还没走出办公区，王总得意的声音在我背后响起：“看见没？还不是被我拿捏？刚才还装模作样的不抽签，现在为了10万块，还不是乖乖听老子调遣？一个毕业没2年的大学生，痴心妄想要200万，真可笑！出去看看多少人年薪10万都拿不到。”身后传来阵阵嘲笑声，以为他多有骨气呢，还不是乖乖听老板的话。老板还是太好了，10万都不该给他。我没有理会这些嘲讽，径直来到刚刚给我发消息的盛世公司。盛总您好，不瞒你说，我们最近在争取 H 集团的业务，可是 H 集团对我们的方案始终不满意，说他喜欢星辉庄毕凡的方案，所以我就调查了一下你。本来因为你是设计师，没想到是业务员，而且居然能打败我手下的设计团队。盛总，我们谈谈吧，您想多少钱挖我？我手上不仅有 H 集团的业务，还有很多稳定合作的客户。盛总眼睛一亮，但还是带着些许谨慎。你为什么要来我这？如果你谈成 H 集团，星辉也不会亏待你吧？我把今天抽签的事原原本本讲给他听，盛总笑出了眼泪。真是猪一样的对手啊！庄必凡，我可以给你业务主管的职位，底薪翻倍，提成在你原来的基础上加10%，按月发，年底奖金另算。只要你同意，我立刻让 HR 给你发 offer。谢谢盛总收留了。是我谢谢你选择了我们。回到星辉，我拿着辞职信敲响王总办公室的门。怎么样 ？H 集团现在什么态度？不知道。你干什么吃的？刚才干什么去了？我告诉你，庄必凡，如果 H 集团的合作丢了，H 集团丢不丢和我无关了。王总，我辞职了，您尽可找其他人去谈。反正您的平台好，我相信您一定能拿下这个合作。庄必凡，伴随着王总的咆哮，一个茶杯砸在我身后的门上。你以为你是谁呀？离了你这臭鸡蛋，我还做不成槽子糕了。别等找不到工作再回来求老子。哼，求我都要看看，到底是谁会求谁。入职盛世后 ，H 集团很快与盛世达成签约意向，照旧定在下周一签约，还剩几天，王总必定会拼命争取。H 集团的顾总装作不知道我跳槽的事，对王总派去业务员说：“我只和庄必凡谈。”果不其然，周四下班回到家，意料之内的在楼下看到了王总。毕竟再不找到我，过了周五他就彻底没戏了。他满脸堆笑的迎上来：“必凡啊，休息够了吗？该回来上班了吧？”王总还真是贵人多忘事，我已经辞职了。哎呀，年轻人不要动不动闹脾气。我知道你累了，所以让你休息2天。明天你赶紧去趟 H 集团，确认一下合作的事，我怕生变。抱歉，王总，那是贵公司的事，和我无关。你这公司那么多人等着吃饭，庄必凡，你就不为大家想想？我自己的钱都丢了，顾不上想别人了。你去谈 H 集团，我给你100万。没记错的话，我的提成是200万。庄必凡，我拉开单元门要进去。王总，不送。好，200万，合同签完就给你。明天早上8点前，我要看到这200万到账。说完，我走进楼道，狠狠关上单元门。第二天天刚亮，王总的电话把我吵醒。必凡啊，我给你那200万，你就去谈 H 集团吗？当然。好，我现在就让财务打给你，你立刻收拾去谈。我看着200万到账的短信，笑了。王总，我应得的，我拿回了，但是 H 集团不可能属于你了。办公室内，顾总秘书打来电话：“钟主管，周一下午2点签合同，顾总让我提醒您一下。”这时，王总的信息也发了过来：“怎么样，谈成了吗 ？H 集团的合同还是周一下午签吗？”“是的。”“好，周一签合同你不用去了，我带刘姐去。”“王总，那你就带着刘姐一起见证 H 集团和我的合作吧。”周一下午，我和盛总准时到达 H 集团前台登记处，迎面碰上王总。看到我，他皱起眉头：“庄必凡，我不是告诉过你不用过来吗？你就这么想出风头？以后 H 集团的合作由刘姐对接，和你无关了，你回去吧。”这时，他看到了我身旁的盛总，轻蔑一笑：“盛总，听说你想抢我们这单合作，怎么现在还不死心呢？劝你还是回去吧，我们马上就签合同了。”
这时，顾总秘书从里面走出来，王总伸出手笑着迎上前，他却略过王总，笑盈盈的走到我和盛总面前。庄主管，盛总，快请进，顾总在等你们了。我和盛总笑着点头，跟随陈秘书往里走去。王总眼睛瞪得老大，小跑着上前拦住我们。陈秘书，你搞错了吧？我是星辉的王总。你有预约吗？你们顾总说好今天下午2点和我们签合同的。我们今天下午要签合同不假，但项目最终选择的是盛世公司，你们落选了。盛世公司。王总猛地转头冲我咆哮：庄必凡，怎么回事？你给我说清楚。王总，怎么了？说清楚什么？你说清楚什么？合同怎么成盛世公司的了？昨天我不是问你了，合同谈成了吗？你怎么告诉我的？我轻笑出声，字字清晰。合同我确实谈成了，但是是代表盛世公司谈的。您问我谈没谈成，我说谈成了。您问我是不是今天签约，我也说是啊。你庄必凡，你吃里扒外，你是我的员工，你谈成的合同就是我的，怎么就代表盛世谈了？王总，你又忘了吗？我已经辞职了，辞职当天我就入职盛世公司了，我当然可以代表盛世谈合作。王总一脸难以置信。你那天我去找你，我给你200万，你怎么答应我的？我假装思索了一下，语气平静地说：我记得我并没答应您继续做您的员工啊，您说让我继续去谈 H 集团，我也继续谈了啊。所以你去给盛世谈，你也没说给谁谈啊，我都不是您的员工了，当然要为我现在的公司效力。再说，你也没问我是不是有新公司啊。王总脸涨得通红，被我噎得说不出话。刘姐连忙上前安抚，愤怒地瞪着我：庄必凡，你说的是人话吗？你对得起王总吗？不就是因为那200万提成，你犯得着这样报复不？何况王总都补给你了，你不感恩戴德就算了，你居然还背叛公司。你提成4000，抽到了10万，你没资格指责我，要不你把你拿到的那10万和我分分。你凭什么？是啊，你抢了别人的还理所应当呢，我要回我自己的血汗钱有什么不对？既得利益者就把你的小嘴闭上。王总和刘姐还想纠缠，被 H 集团的保安拽出了大楼。庄必凡，你等着，我不会让你好过。我站在大厅里，心中毫无波澜。是吗？我静好。合同签好当天，盛总给了我个大红包。提成是提成，这个红包是给你额外的奖励。我接过厚厚的红包，笑了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我在新办公室拍了张照片发了朋友圈，照片后面盛世公司几个大字格外显眼。果然不一会儿，曾经的客户纷纷发来信息：小庄，你跳槽了，我们的合同下个月该续约了。既然你跳槽了，那我们聊聊新合作吧。原来千星辉也是看上你的才能，你都不在那了，我们当然跟着走。星辉几个重要的客户纷纷表示不再续约，王总接连派业务员去挽留，可是哪怕压缩利润也没用，王总无奈亲自上门求续约，却一次次吃闭门羹。王总，恕我直言，贵公司的实力实在差强人意，我们之前也是看上了庄必凡修改的方案，才和你合作的，这不是钱的事，比起压缩成本，我们更看重品质。气急败坏的王总纠集星辉所有员工在网上抨击我，他花大价钱请自媒体发新闻。王总在文章里颠倒黑白，他说我当初毕业是个没人要的菜鸟，是他好心收留我，花重金培养了我，说我仗着业绩好得寸进尺，要求把所有员工的提成全发给我。他拒绝后我就背叛了公司，前公司的员工纷纷出面作证。他一个刚毕业2年的大学生，如果不是公司培养，他怎么可能实力那么强？可怜我们老板在他身上投资那么多，都打了水漂。他业绩是好，但是我们这些普通员工也要吃饭啊，凭什么把我们的提成给他？他自己辞职就算了，还带走公司的客户，这种白眼狼就该被全行业封杀。盛世，你雇这种人，迟早倒闭。新闻火速冲上同城热搜，网友们信以为真。小年纪就干出这样忘恩负义的事儿，这个太贱了吧！为了一己之私砸这么多员工的饭碗，别人辛辛苦苦赚的提成，凭什么分给他？脸是一点都不要。盛世收这样的员工，可见老板人品不怎么样。网友开始自发抵制盛世公司，甚至有愤怒的网友举着条幅在公司楼下对我破口大骂。我们都是打工人，最恶心你这种砸人饭碗的人。今天如果因为事不关己就不发声，总有一天会轮到我们。大家一起抵制庄必凡，抵制盛世。我来到盛总办公室，他正透过落地窗看着楼下愤怒的人群。我轻轻开口：给您添麻烦了，盛总，您后悔雇佣我吗？盛总转过身，脸上云淡风轻。小场面无所谓，假话掩盖不了真相。何况我相信我的庄主管不可能毫无还击之力。我雇了你，既相信你的人品，也相信你的能力。我笑着把手机递给盛总，已经还击了，这些子弹马上就反弹回去了。我虽然毕业才2年，但大学期间就在兼职谈业务，各种各样的人我见多了。曾经被坑过一次后，我就长了心眼，干什么事都要给自己留好证据。我的口袋里随时装着一支录音笔。那天王总提出做拼手气抽签的游戏时，我早已悄悄启动了口袋里的录音开关。王总以为我离职后没监控就百口莫辩，却不知道最关键的证据一直在我手里。我公开了完整录音，又附上自费学设计的单据、大学辩论社和心理学课程的记录，文案只写了一句话：我的能力是
终是靠自己不断努力提升的。舆论瞬间反转，200万的提成给人家瓜分了，这换谁能干？太不要脸了吧！人家一个业务员为了谈客户，自费学设计，老板还往自己身上揽功。难怪全公司员工都帮老板说话，原来都是既得利益者啊！拿着别人的钱，还颠倒黑白指责别人，良心被狗吃了。笑死！唯一一张80万的签，老板自己抽了。这一波，老板赚80万，收买了所有员工的心，这是把庄必凡当冤大头了。这老板真是个蠢货，这种宝贝员工不捧账，怎么反而捧别人？是啊，太假了吧！老板为什么这样干啊？这你们都不懂，有的老板格局就这样，生怕优秀的员工自己拿捏不住，就处处刁难，以为员工离不开自己，等作妖到头了才发现是自己离不开员工。盛世运气真好，直接收获个能干的员工和大客户。公司楼下那些举着条幅的人也纷纷低头看起手机，很快他们收起手中的条幅，灰溜溜的离开了。盛世股价经过一段小幅度跌落后，开始直线上腾，而星辉经过这一闹，口碑彻底崩盘。原本那些不是我谈下的客户，也纷纷出来要求解约。这下星辉连基本运营都撑不下去了。1周后，王总在公司楼下拦住了我：“小庄啊，我去你家等你好几天了，怎么不见你？”我搬家了，王总找我有事吗？我当然要搬家，否则按王总的品行，我真怕他对我做什么事。盛世公司也考虑到了这点，公司出钱帮我买了一个安保极好的小区。王总眼神里彻底没有了高傲，他局促地搓着手：“小庄啊，之前的事是我不对，我考虑不周，我不是想克扣你的钱，我就是想着让全公司的人都乐呵乐呵，结果伤害了你。过去的事你就别介意了，我郑重向你道歉，你回来继续跟我干吧，行吗？我听说了，盛世给你底薪翻倍，提成涨了10%，我给你底薪再加1倍，提成20%行不行？你走以后大家都很想你，公司舍不得你啊。”哼，不是舍不得我，是舍不得那些要跟我一起走的客户吧。王总，您的大饼还是画给别人吧，我吃亏一次就够了。如果还信你，我也太蠢了。王总脸色闪闪：“你怎么说话呢？你吃什么亏了？那200万我不是也发给你了？以后你的提成签好合同后当场结清走行了吧？公司再怎么你也待了2年，你就这么绝情？” No。王总，您带头恶意造谣我，想把我全行业封杀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我这2年为公司做的奉献？我已经请律师了，您在网上对我恶意造谣的行为早已触犯了法律，盛世也要对您提出赔偿诉讼。王总，下次我们再见面就是在公堂之上了。王总脸色大变，他愤怒地挥拳冲向我：“你要告我，和盛世一起告我！庄必凡，你这个贱人，给你脸不要脸了是吧？”公司保安很迅速地拉开了他，我转身头也不回地离开。由于大批客户解约，星辉很快连工资都发不出来，那些曾经马屁拍得响亮的员工纷纷不满起来，他们冲进王总办公室，完全不顾他焦头烂额的模样。“王总，公司困难是公司的事，我们上班就是来赚钱的，您就是借钱也得给我们发工资啊。”不就是欠了2个月工资，怎么不想想老子之前给你们发奖金的时候，那几万奖金都够你们1年工资了？滚出去，别烦老子！奈何这些员工根本不吃王总那一套。你发奖金用的也是庄必凡的钱，又不是你自己放的血，真逗。奖金是你自愿的，工资是必须的，这能相比？你说吧，工资什么时候发？别逼我们去劳动仲裁。怎么不是老子放的血？后来庄必凡那200万老子也补回去，你们拿的那些奖金都是老子的钱。我告诉你们，那奖金我不认了，就当是你们未来1年的工资了，不愿意就辞职。这时，法院的传票送到了，不止王总，其他参与造谣我的那些员工也一并收到了传票，大家纷纷傻眼了。不是吧？庄必凡要告我们？王总，当初是你让我们去网上说话的，这事你得负责啊！造谣不会得坐牢吧？会不会影响我孩子以后考公？王总，你得请最好的律师帮我们不能输啊！王总浑身不住颤抖着，现在的他早已连律师费都付不起。3个月后，法院公开审理了案件，王总恶意造谣诽谤我，花钱买水军抹黑我，已经触犯了刑法，他被判有期徒刑2年，赔偿我名誉损失10万元，还要赔偿盛世公司损失1000万。其他同事分别被判了缓刑、拘留和无刑事责任，每个人要赔偿我1到3万不等。星辉彻底破产，公司清算完后又卖了名下的房和车，才赔清欠款。余下2年，他要在牢狱里一边改造一边反思了。我的那些同事一夜间失业，他们去找工作，可是新公司一看到简历写着星辉公司，就果断拒绝。他们想让我被全行业封杀，最终被封杀的是他们自己。后来的某一天，我下班刚走出公司大门，就有几个人冲上来握住我的手。刘姐率先开口：“庄必凡，当初我们也是被王总逼的，我们心里其实一直是向着你的。你现在混得那么好，就帮帮大家，让我们也来盛世工作吧，行吗？我们保证好好跟你干。”哼，他们看着我的笑，立刻眼冒金光。你同意了，庄必凡，我们就知道你最好了。那工资？
我是笑你们怎么这么不要脸？当初瓜分别人血汗钱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今天？我转身离开，几个人嘴巴张了又张，尴尬的立在原地。后来我在盛世一路做到了公司合伙人，落地窗外是城市的天际线，合同上的签字越来越有分量。曾经熬夜改方案的疲惫，都成了今日底气的注脚。至于那些前同事，偶尔会从旧圈子里听到零星消息。刘姐去了小区门口的超市做收银员，曾经拍马最凶的业务员在送外卖，还有几个参与造谣的，因为留了案底，不仅丢了工作，家庭也分崩离析。他们曾以为瓜分我的血汗钱是战备，跟风诋毁是站队明智，却不知这世间所有的选择都暗中标好了代价，只是这些代价早已与我无关，而我目光所及是更远的前方。